欢迎来到圣彼得堡的冬天，一个黑暗抑郁的季节。圣彼得堡靠近北极圈，因此冬季日照时间非常短。除此之外，太陽還很少。11月份只有4天可以見到太陽，這個月大概只有2天可以見到太陽。而且我說的這個見到太陽，不是大家以為的一天都是，而是每天可能2個小時可以見到陽光。整個11月份只有9個小時可以看到陽光。現在感覺天全是黑的，像我後面，早上出門天是黑的，晚上回家天是黑的。周末你要是想睡個懶覺，早上一起來你會發現好像天是沒亮過一樣。當地人尤其討厭這個季節，因為它非常容易讓人陷入抑鬱，它就是冬季抑鬱。По данным ученых, около 6% американцев, 10% британцев и 20% жителей скандинавских стран страдают сезонной депрессией. В России та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не проводилось, но у нас процент может быть еще больше, так как зима длится почти полгода.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感覺啊？就是來過俄羅斯的朋友會覺得俄羅斯人都是冷冷的感覺，不愛笑，不熱情。這不光是外國遊客抱怨的事情，有不少俄羅斯人也會抱怨，為什麼周圍有這麼多不開心的人呢？這當然跟很多因素有關係，但是冬季抑鬱是個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在聖彼得堡，有半年的時間都是冬天。歷史上有很多名人對聖彼得堡的黑暗冬季很痛恨，托斯托耶夫斯基在《罪與罰》中曾經寫過：這是一座半瘋的城市，世上很少有哪個地方能像聖彼得堡這樣對人的心靈產生如此陰鬱、強烈而怪異的影響。柴可夫斯基曾在信中寫道：我對彼得堡有一種恐懼，主要是對它的氣候。這裡的冬天是骯髒的、潮濕的、霧蒙蒙的，這種天氣讓我情緒低落、意志消沉，甚至影響創作。如果你生活在一個陽光明媚的地方，你根本無法體會這樣的感受。在冬季的聖彼得堡，如果有太陽，你身邊的景色會完全不一樣，一切好像更美。那麼今天聖彼得堡人如何應對漫長黑暗的冬季？我們試着一起回答這個問題。燈，燈，還是燈？對，就是人造光源。如果沒有自然光，那就用人造光代替。這個博物館地圖上面找不到，因為這個博物館就是一個路燈。1873年，聖彼得堡的街頭有了全世界第一批用電力驅動的路燈，這是最高效對抗黑暗的手段。我的天哪，感覺好不可思議啊！到現在還在，而且這個地方就是一個博物館。這個呢，就是一個路燈工人，Фонарщик寫的。看這個鼻子呢，應該有很多人在這兒摸呢。在冬季，這裡的每一個角落似乎都被燈點燃。學校、辦公室、樓梯間，無論是有人沒人，很多都是24小時亮着。
是我們要注意光的配置，簡單說就是光的冷暖，配置越低光越黃越暖，配置越高光越白越冷。這也就是為什麼在聖彼得堡很多休閒場所或者家裡普遍採用低配置的暖黃光。它不是偶然，也不是審美偏好，而是生理需求。暖光能模擬日落时分的自然光，給人一種放鬆溫暖的感覺，緩解季節性抑鬱。其實像這種天氣，天天下雨下雪，整天就是黑的，這個心情會不好。但是到了這種地方，喝一杯茶或者一杯咖啡，然後再加一個蛋糕心裡感覺很舒服，而且裡面特別溫馨，就可以在這待着喝東西看書，心情就會好。俄羅斯人喝茶量非常大，而且大部分都喜歡喝紅茶，不過在俄羅斯不叫紅茶，叫黑茶。比如說這個我買的是紅茶，就在這邊寫的是черный чай，就是黑茶。除了喝茶以外，當然就要配個蛋糕甜點。要了一杯茶，然後再要了一塊蛋糕，這麼小，一共呢花了有228盧布。聖彼得堡冬季的美從來都不是刻意的，它就是藏在寒風裡、燈光下和煙火氣中。它的魅力恰恰在於陰鬱浪漫的光影，只是這種光影太嬌貴，很多拍攝設備抓不住，要麼噪點滿滿，要麼色彩失真。Insta360X5給出了解決方案，它的暗光模式擁有 AI 降噪，大幅改善夜間拍攝，最高11K 的分辨率，讓每處細節都不浪費，哪怕後期裁切也可以保留滿滿的氛圍感。更驚豔的是，它的收音比之前有了大幅提升。原來好的設備真的能讓光影有情緒，讓回憶有質感。暖氣，想要對抗寒冷和黑暗，暖氣必不可少。在這個時間，大部分活動都是在室內，因此集中供暖系統是聖彼得堡冬季的真正心臟。整個城市一般從9月開始集中供暖，一直到第2年的5月，供暖長達8個月，而且覆蓋所有公共場所。讓室溫保持在24度左右，這並不是奢侈，也不只是為了舒適，而是必要的。因為彼得堡的氣溫在冬季經常在0度上下擺動，每一次氣溫超過0度就會陷入凍融循環，它會給石頭與磚瓦帶來慢性病，對建築破壞極大，它還會引起發霉，對人體傷害也很大。有了集中供暖，在寒冷黑暗的冬季，人們在室內可以很舒適，另外還可以保護這裡的建築。雖然室內很好，但是為了身心健康，室外活動也是必須的。一旦走出房門，穿衣戴帽更是一門學問。生存指南之如何穿衣。彼得堡人冬天幾乎都戴帽子，這裡風大，氣溫低，而頭部往往損失了大部分熱量，所以帽子是大部分人的標配。對於沒有概念什麼是風大的朋友，可以參考這個。大概就是這樣。外套穿一個厚一些的，材料還盡量是防水的，以應對雨雪天氣。重要的是裡面千萬不能穿多，因為室內都有暖氣，穿多真的會很熱。每次到室內都會有專門的存衣處，需要把外套、帽子存起來，這已經是一種文化。你到任何地方脫外套是必須的，也是一種禮儀。
絕對不允許穿大衣、羽絨服進劇院、博物館、學校、醫院，甚至有些餐廳。暑期供暖還有一件神奇，它呢可以營造家庭溫馨氛圍，它就是木地板，這兒全部都是木地板。俄羅斯人裝修的時候就喜歡用這種。彼得堡人的家裡99%都會安裝木地板。和瓷磚相比，它不僅可以調節濕度，它的顏色還可以帶來視覺溫度，而且腳踩上去也更為舒適。如果說暖氣、木地板給了彼得堡人身體的溫度，那麼毛就是心靈的抗抑鬱藥。在這座容易讓人陷入沉思的城市裡，沒有什麼煩惱是回家擼一把毛解決不了的。它的可愛的樣子，無論你再抑鬱，瞬間會有被治癒的感覺。這是彼得堡人對抗黑暗冬季最溫柔的武器。這裡幾乎家家都有貓。當戶外被黑暗和低溫籠罩的時候，室內生活就會變得豐富多彩。彼得堡室內場館很多，這裡聚集了200多家博物館，東宮、夏宮、琥珀宮等等，數不勝數。各種類型的博物館，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是俄羅斯之最。這裡的博物館以及展覽多到有人會去辦年卡。說到室內場館，其實聖彼得堡的地下還有一座宮殿。如果說地上是12世紀的巴洛克和古典主義，那麼地下則是蘇聯時代的理想與力量。尤其是1號線是斯大林時期建設的，氣勢恢宏震撼。大理石的雕刻，像水晶一樣的玻璃珠子，精美的吊燈，而且每一座地鐵站都不一樣。它們也被稱為人民的宮殿。在黑暗的冬季，地鐵是最好的交通工具，這裡安全、快速、便捷。除了逛博物館、看展覽、話劇和音樂會也是非常普及。每天在聖彼得堡會有各種各樣的演出，不同風格，應有盡有。總之，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除了這些室內的活動，冬季室外活動也必不可少。公共溜冰場到處都是，很多人都會滑冰，滑雪也很普及。除此之外，每年年底到年初都有各種新年集市，非常熱鬧，也為漫長漆黑的冬季增加了很多歡樂的色彩。再有就是飲食，當冬季被寒冷和黑暗籠罩，外部日源不足時，高碳水、高質量的食物就提供了必須的能量。這是一家彼得堡非常典型的快餐廳，類似於食堂，自助服務。進去拿一個頭盤，然後選自己喜歡的菜，最後統一結賬。俄羅斯人通常選一個沙拉、主菜和配菜，如果想還可以再加一個湯。這個呢就是一個普通的午餐，俄羅斯人的午餐。這裡有湯，一碗湯。這個湯裡面有各種蔬菜、各種肉，甚至還有酸黃瓜。所以這個湯我也不能說是喝湯，是吃湯，因為裡面東西實在太多呀。還有這個是蕎麥和肉餅，這個是雞肉。還有一個呢是沙拉，紅蘿蔔的沙拉。這個就是一個普通的午餐。
說到湯，在中國一般是湯是最後一道菜，但是在俄羅斯湯是第一道菜，所以呢，我就要從湯開始。如果你去餐廳點餐，服務員一定會問你要喝點什麼。這個喝指的是茶或者咖啡飲料，而不是湯，因為湯在俄羅斯人眼裡是吃而不是喝。還有很多麵包房非常流行，裡面除了可以購買新鮮的麵包，還有各種甜品。彼得堡人非常喜歡這種地方，可以選擇外帶或者在裡面就餐。在黑暗寒冷的冬季，和家人朋友在溫馨香氣撲鼻的地方聚會，吃着各種美味的甜品，喝着紅茶，想起這些就有滿滿的幸福感。如果中國有老乾媽，那麼俄羅斯就有這個姐姐瓦尼，有人也說它是俄羅斯的老乾爹。這個牌子有各種俄羅斯的醃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酸黃瓜、西紅柿、蘑菇和泡菜。醃菜是俄羅斯食物的基礎，它歷史上就是俄羅斯人對抗漫長黑暗冬季的絕佳食物。醃制技術可以有效保存蔬菜，能在缺乏新鮮食物的季節補充維生素和營養，因此這個傳統被保留下來了。俄羅斯很多老人家裡現在都還有自己做醃菜的習慣，不過年輕人更喜歡買現成的。現在每到冬季來臨，俄羅斯新鮮蔬菜和水果就會漲價，因此除了醃菜，還有另一個選擇：冷凍蔬菜和水果。雖然口感沒有新鮮的好，但是現在的冷凍技術可以最大程度保存蔬菜的營養。由於價格便宜也方便，所以選擇的人很多。聖彼得堡的冬季是一場持續半年的光明保衛戰。這裡的人們學會了不等待太陽，不詛咒黑暗，而是在黑暗中尋找另一種光明。這就是聖彼得堡冬天的終極生存智慧，不是等待光明，而是成為光明。